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李子，你别再装睡了，我们谈谈吧。妻子孙文坐在床边，语气冰冷。我睁开眼，看见他穿着笔挺的套装，妆容精致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，我明天还要早起。我故作平静地回答，心里却涌起一阵不安。他这副精心打扮的样子，显然不是为了我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李子，今年35岁，是柳溪县经济发展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。我的妻子孙文比我小2岁，我们是大学校友，她学行政管理，我学经济学。毕业后，我们双双回到家乡这个小县城工作。我进了经济发展局，他去了东湖区政府当文秘。结婚6年来，我们的生活称不上富裕，但也算温馨美满。我们住在单位分配的2居室里，共同还着房贷，开着一辆普通的国产车。每个月工资发下来，我们一起规划着如何分配、还贷、日常开销，孝敬父母，攒一点小金库。孙文勤俭持家，我也尽心工作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却也其乐融融。你看我今天做的红烧肉，你最爱吃的。记得2年前，孙文还会在我加班回来时，端出热腾腾的饭菜，眼里满是期待。辛苦了，真香，来，你也尝尝。我总会夹一块最好的放到他碗里，他会笑着接受，然后和我分享当天办公室里的趣事。那时候的日子虽然平淡，但充满了烟火气和真情实感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们一起散步，计划着周末去哪里游玩，或者只是简单的窝在沙发上看一部电影。我们约定好，每个月的15号是约会日，无论多忙，都要空出时间，2个人去吃顿好的，或者做些特别的事情。转折点出现在1年前，孙文由于工作出色，被提拔为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。新的职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应酬。渐渐的，他回家越来越晚，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。孙文，都快11点了，你还不回来吗？我在电话那头问道，语气中带着担忧。我在和区里的领导吃饭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不用等我了，你先睡吧。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不耐烦。类似的对话越来越频繁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约会日被一次次取消，共同的晚餐变成了我一个人对着冷掉的饭菜发呆。有时我会试图主动搭建沟通的桥梁，但总是被他以工作忙为由搪塞过去。周末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听说最近有部新片不错，我小心翼翼地提议。哎呀，周末区长约我们几个去打高尔夫，是难得的交流机会，我不能缺席。他头也不抬地回应，手指飞快地在手机上滑动，似乎我的提议不值一提。我开始感到失落和无奈，但还是选择理解和支持他。毕竟，职场上升对他来说确实重要。我不想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。我调整了自己的期望，减少了打扰他的频率，学着适应这种新的生活节奏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一场彻底改变我们婚姻的谈话爆发了。李子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孙文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，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。好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最近你工作那么忙，我都很少能见到你了。我试图缓和气氛，脸上挤出一丝笑容。我不是要谈这个。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语气冰冷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。你看看你，
在经济发展局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个小科员，没有任何上进心。再看看我的同学们，要么创业当老板，要么已经是处级干部了。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这些年来，我确实没有大的职场突破，但我一直兢兢业业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少成绩。我以为他会理解我，欣赏我的踏实和稳重，没想到在他眼里，这竟然成了没有上进心的表现。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善于钻营的人，我喜欢踏踏实实做事，虽然升职慢一点，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试图解释，却被他打断。算了吧，我看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本来我还可以接受，但现在不同了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明天区里会宣布新的人事调整，我被提名为区长候选人。区长，我惊讶地看着他。那应该恭喜你啊。是啊，区长，他冷笑一声。而我的丈夫却只是个小科员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每次正式场合，你都会成为我的拖累。人们会说，孙区长眼光真差，找了个这么没用的老公。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刺痛我的心。我没想到，曾经与我同甘共苦的妻子，如今会用这种方式否定我们的婚姻和我的价值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艰难地问道，心里已经隐约猜到了答案。我想，我们应该离婚。他平静地说出这个决定，仿佛只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。我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，房子归我，车子归你，存款按6-4分，我6你4。考虑到我未来的职位和收入，这个分配已经很公平了。我沉默了，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女人。她还是那个曾经会为我做红烧肉的孙文吗？她还是那个会在我加班回来时心疼地给我揉肩的孙文吗？显然不是了。权力和地位已经改变了她，让她忘记了我们曾经的感情和承诺。需要我现在就签字吗？我冷静地问道，内心已经决定不再挽留。不急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但不要太久。过几天区长的任命就会公布，我希望在那之前把这件事处理干净。说完，他起身上楼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客厅里，思绪万千。那一夜，我辗转反侧，回想着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思考着未来的方向。曾经的甜蜜回忆，如今只剩下苦涩。但我知道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我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新路。3天后，孙文正式被任命为东湖区区长，成为县里最年轻的正处级女干部。这个消息在小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各种祝贺和应酬接踵而至。孙文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几乎不着家，而我也趁机搬到了单位宿舍，开始了分居生活。离婚协议书仍然放在家里的餐桌上，我没有签字，不是因为不愿意离婚，而是想给自己一些时间思考未来。孙文似乎也不着急，也许是新官上任，百事缠身，暂时无暇顾及私事。1周后的周末，我回到家里收拾东西，没想到孙文也在家。你什么时候签字？他直截了当地问道，指着那份协议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他，这么急着把我甩掉，不是急着甩掉你，而是我们确实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。你就是太安于现状了，看看你，35岁了，还只是个科员，没有任何上升空间。我不能把我的未来绑在你身上。他的话再次刺痛了我，但这次我决定不再沉默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懂我，欣赏我的踏实和认真。我从不善于拍马逢迎，
但这不代表我没有能力。这些年来，我参与了多少县里的经济规划，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，只是我低调，不张扬，不表功罢了。那又怎样？在这个社会，能力重要，会表现自己更重要。孙文不以为然地说，就算你真有能力，没人看见，没人提拔，又有什么用？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，为这段婚姻，也为孙文的价值观。权力和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他，让他变得势利和短视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拿起笔，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希望你以后的路走得顺利。签完字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涌上心头。这场已经变了质的婚姻终于结束了，我可以重新开始，不必再忍受他的轻视和冷漠。谢谢你的理解。孙文的语气缓和了一些。你搬出去住吧，房子我会继续还贷。至于家具电器，你需要的可以拿走一些。不用了，我只带走我的个人物品。我不想再与他有过多纠缠，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。就这样，6年的婚姻画上了句号。我搬进了单位宿舍，开始了新的单身生活。离婚后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每晚回到空荡荡的宿舍，往日的回忆总会涌上心头。但我告诉自己，不能沉浸在过去的悲伤中，要向前看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。离婚后的第2周，县里启动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发展项目，旨在吸引外资企业入驻开发区。这个项目涉及面广，需要详尽的市场调研和经济分析。由于人手不足，局里没有人愿意接手。这个项目太复杂了，要跑很多企业，收集大量数据，还要写详细报告。谁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啊？同事们议论纷纷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心中已有决断。下班后，我敲开了局长办公室的门。张局长，那个经济项目，我想请缨负责。我直视着局长的眼睛，语气坚定。张局长惊讶地看着我，李子，你确定吗？这个项目工作量很大，而且时间紧，压力不小。我确定。我点点头。我有经济学背景，对市场分析和数据处理也有经验，而且我停顿了一下，我现在单身了，有大把时间可以投入工作。张局长了然地点点头，他当然知道我最近离婚的事情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。不过我提前说明，这个项目关系重大，县里很重视，如果做不好，影响的不只是你个人。请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自信地回答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项目中，白天跑企业做调研，晚上整理数据写报告，周末也不休息，继续工作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，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填补心中的空虚。这种全情投入的工作方式收到了成效。1个月后，我提交了一份详尽的经济分析报告，包含了完整的市场调研数据、企业需求分析、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。这份报告不仅内容全面，而且逻辑清晰，得到了张局长的高度评价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份报告甚至引起了县长王志远的注意。他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这个报告，称赞其专业性和实用性。经济发展局的这份报告做得很好，既有理论深度，又有实践指导意义。我希望各部门都能向他们学习，提高工作质量。王县长的表扬在会议记录中被明确记载。这个突如其来的肯定让我尝到了努力的甜头。
也让我在局里的地位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同事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，局长也更加重视我的意见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1周后，我接到了县政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邀请我去面谈。李子同志，听说你是这份经济报告的主要撰写者。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赵明坐在我对面，翻看着那份已经被翻得有些旧的报告。是的，赵主任，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。我谦虚地回答。不错，不错。赵明点点头。王县长对你的工作很满意。县政府办公室正好缺一个懂经济的副主任，专门负责经济工作的协调和督导。王县长提议由你来担任这个职务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没想到一份报告竟然带来了如此重大的职业转机，从一个普通科员直接升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这在县级机关几乎是跨越式的晋升。我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短暂的惊讶后，我冷静下来，感谢县长和您的信任，我一定不辜负期望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赵明站起身，伸出手来，欢迎加入县政府办公室团队。下周1就来报道吧，我会安排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。走出县政府大楼，迎着温暖的阳光，我突然有种恍若重生的感觉。短短1个多月，我从一个被妻子嫌弃的没出息的小科员，变成了县政府的中层领导。命运的转变来得如此之快，让我几乎有些不真实的感觉。回到局里，我向张局长汇报了这个消息，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。我早就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只是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。县政府办公室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，好好干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谢谢张局长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指导，我真诚地感谢道。对了，张局长突然想起什么，你前妻现在是区长，你去了县政府，你们可能会有工作上的交集，希望你能够公私分明，不要让个人恩怨影响工作。请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却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是的，我和孙文很可能会在工作中遇到，那时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周1上午，我正式入职县政府办公室，赵主任亲自给我介绍工作内容和团队成员，并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给我。看着椅背上挂着的印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证，我心中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新的工作节奏比在经济发展局时要快得多，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件，协调各部门的工作，参加各种会议，起草重要文稿。但我很享受这种充实的感觉，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节奏。2个月后，县长王志远单独找我谈话，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。小李啊，这2个月你的表现不错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岗位，工作也有章法。王县长和蔼地说。谢谢县长的肯定，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我诚恳地回答。省里下个月要举办一个为期2周的经济管理培训班，专门培养年轻干部。我想推荐你去参加，拓展一下视野，学习一些新知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王县长询问道。我很愿意参加这样的培训，感谢县长给我这个机会。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。培训班上，我认真学习了国内外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和方法，还结识了不少其他县市的同行。回来后，我根据所学，结合柳溪县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了一套创新的经济发展方案，获得了县领导班子的一致好评。
随着工作的深入，我与王县长的关系也日益密切。他似乎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和处事方式，经常在私下里向我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，有时甚至会分享一些他的管理心得。小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看重你吗？一次加班后，王县长突然问道。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勤奋吧，我半开玩笑的回答。不仅仅是勤奋，王县长摇摇头，是你的专业素养和为人处事。你懂经济，懂管理，同时又踏实肯干，不张扬，这在年轻干部中很难得。听到这样的评价，我心中既感动又有些惭愧。感动的是领导的认可，惭愧的是想起了孙文对我的评价：没有上进心，没有能力。如果他知道现在的我在县长眼中竟如此优秀，会作何感想？离婚1年后的某个周三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文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李主任，东湖区孙区长来访，说有公事想请教您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手微微一顿，抬头看了眼日历，确认今天并没有安排与东湖区的会议。他突然造访，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私事？请他进来吧。我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平静地说道。孙文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套装走进来，比起1年前，他似乎更加自信和干练了。但当他看到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桌上摆着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牌子时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讶。好久不见，李主任。他的称呼和语气显得有些生疏。孙区长有什么事吗？我保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。是这样的，东湖区最近在谋划一个经济开发项目，涉及到一些政策和资金方面的问题，想请教你的意见。他的语气很正式，但眼神中似乎有些我读不懂的情绪。好的，请坐，详细说说。我示意他坐下，自己则从文件堆中抽出一份空白的纸，准备记录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我们像2个初次见面的公职人员一样，讨论着项目的可行性、政策依据和资金来源。整个过程中，我保持着专业和冷静，给出了我认为最合适的建议。孙文也很认真地听取并记录，不时点头表示赞同。交谈即将结束时，孙文似乎有些犹豫，最终还是开口了：李子，私下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微微一怔，不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请讲。你是什么时候调到县政府办公室的？我一直以为你还在经济发展局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好奇和复杂。离婚后不久吧，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。我平静地回答。机缘巧合，得到了县领导的赏识。哦，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恭喜你，这是很大的进步。谢谢，我淡淡的回应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送他出门时，孙文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我：李子，你变了，比以前更有自信了。人总是会变的，特别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。我意味深长地说。他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中没有了当初的痛苦和愤怒，只剩下一种平静和淡然。孙文走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，但心中不可避免地泛起了一些涟漪。曾经，他因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小科员而选择离开我。如今，我已经坐在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，而且深受县长信任。他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再那么在意了。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重要的不是起点，
而是坚持不懈的奔跑和最终的成绩。孙文看重的是起点和表面的光鲜，而我则选择了脚踏实地的前行。1年半后的一天，王县长突然召见我，告诉我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：小李啊，我要调任市政府任副市长了。临走前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。王县长笑着说：恭喜王县长高升，不知道是什么消息？我好奇地问道。市委组织部已经研究决定，推荐你接任县长职务，当然还需要走正式程序，但基本已经定了。王县长拍拍我的肩膀，眼中满是欣慰。这1年多来，你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，组织上也经过了严格考察。我相信柳溪县的未来交给你，我可以放心了。我震惊地站在原地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从一个被妻子嫌弃的小科员到县长，这样的跨越，即使在梦中也不敢想象。王县长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个责任太重大了，我怕自己担不起。我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忐忑。没关系，每个人刚开始都会有这种感觉，重要的是你有能力，有担当，有为民服务的心。王县长语重心长地说，另外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，东湖区的孙区长，我知道她是你的前妻，上任后希望你能公私分明，不要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工作决策。请王县长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郑重承诺。2周后，市委召开柳溪县干部大会，正式宣布我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。会议由市委书记亲自主持，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悉数参加。当我走上主席台，接过任命书时，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台下的人群，在第3排看到了孙文，他正仰头看着我，眼神中似乎有着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，惊讶、不解，或许还有一丝后悔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竟然泛起一丝莫名的畅快，不是为了报复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。曾经的伤痛和挫折，如今看来反而成了我成长路上的垫脚石。上任县长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还要忙碌，每天早上7点半到办公室，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，周末也基本无休。但我乐在其中，因为我能够真正为这个县城的发展做些实事，帮助更多的人改善生活。在我的推动下，县里启动了一系列经济振兴计划，包括引进外资、扶持本地企业、改善营商环境等。这些措施效果显著，县里的经济指标逐步向好，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。作为全县最高行政长官，我经常需要与各区镇领导沟通协调工作，其中自然包括东湖区。每当碰到孙文，我们都保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，既不过分亲近，也不刻意疏远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中总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似乎有话想说，却又开不了口。上任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在审阅一份关于全县重点项目进展的报告时，发现东湖区有一个高新技术园区项目，进展明显滞后于其他区域。作为县长，我有责任了解情况并推动项目进展，于是决定亲自前往东湖区调研。孙区长，这个高新技术园区项目为什么进展这么慢？在东湖区政府的会议室里，我直接切入主题。孙文显得有些局促，但很快恢复了专业的态度。李县长，这个项目遇到了一些土地征收和资金问题，原定划拨的土地有部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，
产权不清晰，另外配套资金也没有完全到位。具体情况说明一下。我示意他详细汇报。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，孙文和他的团队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。听完汇报，我基本了解了问题所在。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情况，不是简单提速就能解决的。这样吧，我回去协调相关部门，尽快解决土地问题。资金方面，县财政会优先考虑，但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不能总是等着上级拨款。我做出指示，同时也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。谢谢李县长，我们一定加紧推进。孙文认真记下我的建议，神情专注。会议结束后，其他人都离开了，只剩下我和孙文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走到我身边。李子，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这是我们离婚后他第一次直接叫我的名字，而不是称呼我李县长。我看了看表，点点头。好，我还有半小时时间，能不能不在办公室谈？他的语气中有一丝恳请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那去哪里？就去旁边的清湖公园吧，走路5分钟就到。他建议道。10月的柳溪县已经有了些许凉意，清湖公园里游人不多。我们找了一处偏僻的长椅坐下。孙文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鼓起勇气。李子，首先我要向你道歉。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语气诚恳。1年多前，我以那种方式提出离婚，对你说了很多伤人的话，我很抱歉。我没有立即回应，只是平静地看着远处的湖面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那时候我被突如其来的升迁冲昏了头脑，觉得自己前途无量，而你，我认为你会拖累我。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你一直都是那个踏实认真、有能力的人，只是我当时太浮躁，看不到你的价值，知道吗？他继续说道，眼中泛起泪光。每次看到你在县政府的会议上侃侃而谈，每次听说你的政策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，我都在想，如果当初我坚持了我们的婚姻，今天会是什么样子？秋风吹过，掠起他额前的几缕发丝。此刻的孙文卸下了区长的官架子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朴素真诚的大学女孩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。我平静地说，心中却泛起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有各自的选择，也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李子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是不是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？他突然问道，眼中带着期望和忐忑。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，让我一时语塞。重新开始，1年多前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我，嫌弃我没出息。如今，当我坐上了县长的位置，他又希望回到我身边。这是真心的悔悟，还是对权力地位的眷恋？孙文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选择了坦诚。我不否认，我曾经深爱过你。那6年的婚姻，我付出了全部的真心。但当你选择离开时，你不仅仅是结束了一段婚姻，更是否定了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。那种伤害，不是简单的道歉就能弥补的。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但人不是会犯错吗？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他急切地解释，眼中的泪水已经落下。问题不是你犯了错，而是这个错误背后的价值观。我平静地说，你当初离开我，是因为觉得我的职位低，会拖累你的前途。如今你想回来，又何尝不是因为我现在的职位对你有利？不是这样的。他激动地否认，我是真心后悔，真心想和你重新开始。
或许你现在的确是真心的，但我已经无法分辨了。我苦笑一声。更重要的是，经历了这一切，我已经变了。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埋头工作、不善表达的李子了。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价值，也学会了珍惜真正欣赏我的人。你是说，你已经有了新的感情？他的声音微微颤抖。不，我现在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没有考虑个人感情问题。我摇摇头，但我确实已经放下了过去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孙文低下头，泪水滴落在他的双手上。我明白了，是我来得太晚了，不是来得太晚，而是我们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。我轻声说：孙文，你是个优秀的区长，我相信你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，而我们也许就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比较好，同事，互相尊重，各自前行。我站起身，示意谈话该结束了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，别让个人情感影响公务。那个高新技术园区项目，我期待看到你的进展报告。我知道了，李县长。他擦干眼泪，重新戴上了那副公事公办的面具，但眼中的失落却怎么也掩饰不了。离开公园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仍坐在长椅上的孙文，心中泛起一丝怅然。曾几何时，我以为他就是我的全部，失去他的日子让我痛不欲生。但如今，我已经学会了独自前行，学会了在没有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。那次谈话后，我与孙文的关系回归到纯粹的公务往来。我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东湖区的工作，不偏不倚，仅以项目进度和质量作为评判标准。孙文似乎也接受了现实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区里的工作中。在他的努力下，那个高新技术园区项目进展迅速，不到半年就解决了土地问题，正式开工建设。这个项目后来成为柳溪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，吸引了不少高科技企业入驻。我的县长工作也步入正轨，在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。市里对我的工作很满意，年终考核连续2年被评为优秀，我的仕途也越走越宽。2年后的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份调令，我将调任省经济发展厅任副厅长，正式迈入了省级领导行列。这个消息在县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大家都为我高兴，同时也惋惜失去了一位好县长。离任前，县里为我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，各区镇的领导都来了，包括孙文。会后，他特意等到人都散了，走到我面前：恭喜你，李县长。不，应该叫你李厅长了。他微笑着说，眼中既有祝福，也有一丝复杂。谢谢，还没正式上任呢，不敢当这个称呼。我谦虚地回应，这些年，柳溪县在你的带领下变化真大，老百姓都说你是个好县长。他由衷地说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包括你们东湖区、高新园区做得很不错。我实事求是的评价。他笑了笑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这是一块手表，送给你作为升迁的贺礼，不贵重，但很耐用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我看着这个盒子，想起6年前我们刚结婚时，我生日那天他送我的也是一块手表，那块表我一直戴到离婚，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谢谢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我接过盒子，没有当场打开。李子，他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下个月我也要调动了，市里调我去当市政府办公室主任。恭喜你，这是好事啊！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谢谢。
他微微一笑，其实我一直在反思自己当初的决定。如果不是你当上县长，给我上了一课，或许我到现在还是那个被权力和地位冲昏头脑的人。谢谢你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你太客气了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领悟。我温和地说。还有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说出来。我知道你拒绝了我的复合请求，也许这是我应得的结果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不管将来我们各自的路怎么走，你永远是我最尊敬的人，也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。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动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都有新的人生要开启。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，你也是，李厅长。他最后叫了一次我的新职称，然后转身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之间的那段感情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起点是相爱，中途经历了分离与成长，终点却是各自前行。也许这就是生活，没有永远的痛苦，也没有永恒的遗憾，只有不断向前的脚步和日益成熟的心灵。第二天，在收拾行李准备前往省城上任时，我找到了那块孙文送的手表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块简约大方的瑞士表，表盘背面刻着一行小字：愿时光善待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。我微微一笑，将手表戴在手腕上，然后提起行李，走出了这个生活了30多年的小县城，迎接人生的新篇章。在驶向省城的高速公路上，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想起了这几年的起起落落，从被嫌弃的小科员到被尊重的县长，再到即将上任的厅长。命运给了我太多意想不到的转折和机遇，但我知道，真正改变我的不是职位的变化，而是内心的成长。我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不再在意那些表面的光环和赞誉，而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和追求的目标。至于孙文，我已经放下了那段过往，不再怨恨，也不再留恋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，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他有他的人生要走，我有我的使命要完成。或许有一天，当我们都老了，回首往事时，会笑着感慨，那段因误解而分离的婚姻，那些因职位而引发的波折，终究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。激荡过后，留下的是彼此的理解与祝福。未来的道路还很长，我期待着在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上，遇见更好的自己，也遇见那个真正欣赏我、理解我、愿意与我风雨同舟的人。车子驶入省城，高楼大厦映入眼帘，推开车窗，迎面而来的是新鲜的空气和无限的可能。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